这是我们的第一款发型，侧中线，侧区在转角以下，后区从发际线上面1指位分到我们的，不要超过这个枕骨点。后区第一片垂直发片向外侧逐渐分斜，移动放射，角度提拉，这个是收紧区，角度提拉不要低于水平，长度设定在梳子1半左右。移动放射分斜线，切口走圆形，每片保持原位去提拉。当剪到转角外侧的时候，这边头发向上提拉。我们将整个转角外侧梳子由下向上贴紧头皮，这边需要去注意，我们的角度不能低于我们的分区线。形状跟随我们的分区，走圆形。进行检查，观察我们的形状，跟我们的分区一样，是圆形的。进行调整。将发际线边缘这一片拉到水平，在转角这个位置上拉到水平。我们检查一下，观察有没有多余的角。那么剪完之后呢，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形。底线长度我们稍后再去设定。转角外侧头尾抬一点，梳子由下向上，将发根完全梳透，角度不要低于这个分区。由后向前，剪完之后，进行一个检查，检查我们的形状，跟随我们的主分区是圆形的。同时去观察一下我们外侧的长度对等度，再进行调整。
将我们的转角这片头发带到这个发际线，也就是转角处，角度拉到水平，把这个角剪掉。这样我们底区的层次就完成了，长度我们稍后去设定。整个后面这个形状呢，它都是圆形的，这样的话这个形状方便我们去剪上区这里去建立一个收窄头型的圆形形状。上区我们去剪堆积啊，这个是一个层次较低的低对比的一个层次。来到上区。上区我们按照下面这个主分区的斜度，斜向后区分区。开始建立堆积，那么这个角度提拉呢，不要高于这个分区，比它低。以下区长度为导线。走圆形，这边角度呢，建议不要拉得过低，拉得过低，一呢是跟下区不好去衔接，啊，过低之后，上面这个建立堆积这一层的印线会比较明显，所以角度可以适当高一点，只要不要高于分区就可以了。剪的超过我们的中心线，到了接近顶部的区域，不要采用横向去剪了，把分线分得再斜一点。这样的话呢，在顶部区域这个层次重量它落下来之后，它就不会过硬。分斜一点，角度提拉同样不要超过水平。另外一侧同样分的斜度跟我的主分区的斜度是一样。角度提拉不要高于这个分区线，找到底下导线，形状走圆形。
不要高于分区。地址剪到这个中心线，刚好交叉去连接上。剪到这个转角以上，分线分斜，这样表面层次落下来之后，它不会过于的重。角度提拉，同样不要超过水平。因为是平切口，所以这个堆积剪完之后，我们要纵向的进行一个点剪，还原了这个角度，进行小切口点剪，表面带缺角。逐渐向上去提升。接下来我们去设定发型的后区的长度。这里中心线分开，直接水平分区，角度提拉，不要超过水平。这个长度可以根据你的参考发型长度去做选择。同样的，第二片角度也不要超过水平，逐渐降低。最后一片，到了我们重量区域呢，就基本上剪不到什么长度了。重量只有保留住的，再把底线有一些不干净的进行一个调整。在后区呢，我们需要去得到一个这样的效果。底线形状是一个向上扬的形状，前高后低，下面是一个收紧，上面是一个饱满。另外一边，找到另一边的长度，角度提拉，不要超过水平。
最后一片3层。中间可以检查一下。再把底线向上去切。后面这个长度呢，我们可以再调整一点点。在刚才去剪这个长度之前呢，它是比较长的。为什么不去直接这样切呢？那么当长度过长的时候，直接这样切，它底线会非常的钝，所以通过提拉方式去定这个长度。这边角检查一下。那么正常工作的时候呢，再去剪前面之前，我们也可以去用牙剪把底下再打得柔一点点，有旋的地方再把旋稍微用牙剪贴根打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上面这个重量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动了。侧区我们去找到发际线这个长度，以它为导线。那么侧区同样是一个收紧区，两边进行收窄。手这边呢，导线找到之后，我们直接拉到90度，要确定好你的导线是发际线这个长度。我来看一下，从底线这边去延伸过去。原位去提拉就可以了。这边角是比较低的，它剪完之后边角肯定会稍微长一点点。最终底线的形状，我们再去测定，检查一下。再把这个底线呢自然向下，把边角这最低点比较长的呢，去点掉它。后面连接点同样的去检查一下，张力小一点。这样它整个轮廓区呢就会比较柔和，不用去把这个底线特意切得很干净啊，切得很重那一种，要这种自然的一个表现形式。所以我们都是从底下到彻底底下都是提拉去剪，也可以加耳。另外一边，从后区向前找到发际线这个长度，以它为导线，角度拉到90度，原位去提拉。张力小一点，边角最低的长度把它剪掉。大致检查一下两个边角的长度。
差不多。这边再长一点，再修一点点。在它上区头顶区域，我们先把多余长度剪掉。先从头顶开始，我们找到后区长度为引导，切口走圆形。发片每一片是原位，不需要往上一片去带。顶部剪完之后，我们检查一下，因为都是原位去提拉的，我们拉到这个转角，这个切口，再去抹圆。那么顶区剪好了之后，我们去设定刘海的长度。这边是根据你的目标发型长度呢，去选择这边的长短，也可以剪短刘海，也可以剪长刘海。我这边呢是剪长刘海，然后呢长度呢跟鬓角长度类似就可以了，跟它持平。在下巴左右，稍微往前带一点点，稍微去延长一点点这边长度，然后走一个圆形过来。那么切口是有点偏方的。那么这样刘海长度就定好了。这样都往前梳，去检查一下，没有了。因为刘海我们重新定了长度，我们需要将前区刘海区域角度提升，向上去拉，把这个角呢点掉。我们头顶剪好了，刘海剪好了，那么侧区放下来，再去定一下我们顶上落在侧区这个长度。
这里我们找到后面这个重量，以它去做参考，进行一个点剪衔接，角度不要太低。这里要点剪，切口不要太实。这样一直到剪不到为止。前面底线检查一下，这个落点长度呢，不要把边角给盖住，跟这个边角长度是一样的。那么这一边剪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通过这样的方式，这样的一个组合形式去剪这样类似于波波头的一个长度，那么它出来效果，它不是以轮廓为主的，它是以层次为主。所以说剪完之后呢，它整个的表现都会非常柔和、自然，而且有流向。也可以进行一个挂耳，这种大刘海。那么刘海长度呢，长短都可以自由设定，它们的技术形式都是一样，长短可以自己选择。另一边侧面，同样的角度不要太低去做衔接，适当做个提升，来找到后面重量这个长度，我们进行一个点剪。这个角检查一下，不要长太多。那么它整个后区是连接的，顶区跟我们的侧下区这个收紧区呢，它是不连接的。来看一下这一侧，同样的展现出的轮廓是比较自然的啊，因为这里面呢都做了去除，所以说它整个的表现都会非常柔和，轮廓也很柔和。然后顶区呢，我们是向上、向前去做再去剪的，所以落下来之后呢，它也不会太硬。唯一重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去保留住后头部这个地方的重量啊。下面同样去做收紧。那么在吹干之前，可以选择用牙剪把这个底线去打一下。用牙剪的时候，如果说不是发量特别多的，那么里面都不用打，我们只需要去把这个轮廓区底线这个区域去打一下就好了。有发旋的，可以把里面的发旋贴根，这样去掏一下，或者说底下的发量特别多的，再把底线的轮廓区域切口去打一下。下面这个服帖的区域也可以去做一下。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后部轮廓更加的自然、收紧、服帖，保留上面重量的一个质感。在我们其他区域就不需要去做牙剪了。侧面轮廓它也是比较柔的，所以也不需要去用牙剪，需要用的话只有在后部。那么这样一款低层次低对比的一个波波的长度发型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吹干作为一个精修。好，那这是我们吹干之后，我们来进行一个修饰。那么修饰环节呢，在整个内部区域我们进行一个点剪。底下轮廓区域呢，可以使用牙剪进行柔和，再去调整整个头发的厚薄度以及细腻度。那么整个的型呢，它就已经出来了啊，只需要去把一些厚薄的地方、一些顿挫感，包括底线、边角这些发量特别多的地方，进行一个点剪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这第一款的低对比系列头发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成品效果。在侧区呢是一个上下的二分区，转角以下，然后后区呢它也是个二分区，只不过呢分的会低一点点。发际线以下一个指位分到枕骨点，后面这个高度分区不要超过枕骨点。起刀长度这边呢是在梳子一半左右啊，拉到水平90度。下面是一个移动放射，到了转角外侧呢，向上去提拉，进行一个形状剪圆形。那么剪完之后，上区这里也是一个圆形堆积，跟随这个下区开始去做引导，走圆形，角度不要超过水平。侧区按照后面这个轮廓长度，以它为导线，拉到水平这里原位走过去，做一个收紧作用。那么顶区呢，就会以后区长度为引导，先从头顶开始走一个圆形，再去设定你的目标发型前面刘海的长度然后再把这个侧区放下来，跟后区重量进行一个点剪衔接。那么整体发型呢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低对比系列，以层次为主，轮廓的表现会比较柔和自然。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比较经常会用到的一个长度的发型那我们这一期呢就完成了，我们下一期见。